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访问老杨生活知识频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你一定记着点个赞，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老杨在这里给大家示范一下，怎么样用这个鸡蛋打出来2种不同的鸡蛋汤。这个呢，实际上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厨师教我的一种方法。现在首先呢，我在锅里加一些水，好了，今天呢，我用第2种方法给大家做这个鸡蛋汤。这个呢，我不想要它做成蛋花的样子，但是想让它做成了更加 creamy， 也就是很像国外喜欢吃的那种。另外呢，做出来给我们平时有时候喜欢喝的那个南瓜粥也有点像。这个呢，同样是用一个鸡蛋，但是打的方法不同呢，你得出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首先呢，同样我要把麦片放进去，另外呢，我要把豌豆和甜玉米放进去。首先咱把麦片放进去，好，咱尽量用的方法呢跟上一次一样，唯一不一样的是把鸡蛋打法不一样，这样呢尽量减少它的偏移性。然后我们放一些豌豆，再放进去一些甜玉米。最后这一项呢是放一个鸡蛋，这是和昨天一样，是 free range 的，也就是咱们说的散养鸡的这个鸡蛋。过去我曾经做过一些视频，给大家讲散养鸡的鸡蛋和这种笼养鸡的鸡蛋有什么区别。从营养成分来讲，大家做分析说营养成分是区别不大，因为都是鸡蛋嘛。但是我个人认为，散养的鸡的鸡蛋呢，应该是营养要比笼养的鸡要更全一些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笼养的饲料呢是我们配好给它吃的，那么没有额外的成分。散养的鸡呢，它可以在院子里吃到很多我们饲料里说不含有的成分，所以说它的营养呢应该是更全。具体到蛋白质了什么这些营养倒有可能是类似的，但是主要我的观点呢是它的有一些微量元素不一样。这微量的一些元素呢对人体来是有非常重要的健康的作用。好了，现在呢我们同样要把这个鸡蛋里面加水，但是上一次我告诉大家少加一点水，不能加的太多，因为加的太多打蛋花呢就打不出来了。今天因为我不打算打蛋花，那么我呢就把里边加了非常多的水，加了有1半。这样同样呢，咱们把鸡蛋打散。好，打散放在这里等一会儿，然后呢，这个里边这个水也已经开了。一般来讲做这个麦片粥啊，等它水开了以后，再煮2分钟左右，它就会变得比较稠了，所以说这时候呢就可以了。如果说你不在里边打鸡蛋的话，一般我们是要再输一点粉芡啦，或者是面粉进去，这样呢它喝起来就口感比较好。因为我要放鸡蛋，所以说我们就不需要用面或者粉芡来勾兑了。现在呢我们就再等1分多钟，然后等它呢把这个麦片滚得比较熟一点以后，然后我们再把鸡蛋打进去。现在呢滚了1分多钟，我给大家看看，现在还是比较稀的，对吧？这个汤和这个麦片之间有点稀稀的，没有那种稠稠的感觉。这时候你喝起来呢口感可能就不是那么好，所以说我们再煮1分钟，然后呢把鸡蛋打进去。好，现在再拿起来来看看锅里的情况。好了，现在2分钟以后，大家看这里边的这个汤啊，就已经比较稠一点了。我现在拿勺子给大家看，
这时候好像这汤已经不是那种清汤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现在把鸡蛋打进去。同样呢，像我刚才讲的，这时候打鸡蛋的时候，再把它搅匀。然后上一次呢，我是用这个筷子挡着它，让它慢慢把鸡蛋流到这个锅里去。这次呢，我就不需要了，因为我不是要它打成蛋花汤，而且相反，上一次呢，我把鸡蛋打进去以后不要搅，要让这个鸡蛋在里边成型以后才能搅，这样呢，蛋花就不容易破裂。这次呢，我反过来，我倒的同时就不停的用筷子来搅。好了，这时候不停来搅，这样的话，我把这个拿起来，大家可以看。这时候它在里边煮的过程中，我不停的用筷子来搅，这样的话，大家可以看，它就比较好像放了牛奶似的，这个比较均匀的颜色。另外呢，没有像我上一次做的那种大的蛋花。大家可以看，这和昨天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个呢，你喝起来就好像放了牛奶一样，这个口感呢更加润滑，更加舒服。上一次我做的那种呢，是咱们华人比较喜欢做的那种蛋花汤，就是你能看到上面飘的漂漂亮的蛋花。这次呢，我做的就是比较像西方人爱做的那种，有时候呢，他们做的那种南瓜汤，做出来就这个样子，喝到嘴里非常滑溜的感觉。这是第二种做法。所以说，同样一个鸡蛋，你做的方法不一样，效果是完全不同的。频道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你一定记着点个赞，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。